哎，不知道你们注没注意过这么一个现象啊，特别有视觉冲击。就比如在伦敦地铁里，你就经常看到这种骁勇女子，身上呼一窝孩子，肚子前边背带背一个，手里拽一个，前边车上推一个。关键是他们婴儿车还经常有那种旁边带观景台的，躺一个站一个，就车里一个，随着车检阅的还一个。你说这外国女的她咋回事呢？她是钢铁女战士吗？一般来讲，国外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着带孩子的极少，他们一个人究竟是咋做到的呢？首先不得不承认，就咱体格子确实不太一样。就我那英国好朋友艾莎，你们不也看着了吗？1.79米大个，160来斤，关键是那大胯，就别说生孩子了，就生个我，也就是打个喷嚏的事儿。再一个，他从小习惯跟咱也不一样，姨妈照常露小肚，严寒从不穿衬裤，体能好比美猴王，抗压好比活马户。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带孩子的时候，就给自己设置的这个标准，跟咱们好强的中国妈妈也不太一样。咱们的标准是赢在起跑线，他们的标准是活到终点线。咱们是爱拼才会赢，他们是养活就算行。对于就是营养均衡啊、课下培训辅导啊啥的，比较含糊。当然肯定也有高标准的，哪儿的人都不一样。咱今天聊的是大众啊。你比如说我婆婆一个人带了仨孩子，我以前就寻思，你说她一个人带仨孩子，就是吃饭做饭这问题，她是咋解决的呢？然后我婆婆跟我说，你老公7、8岁的时候就帮我给全家做饭了呀。我就寻思7、8岁咋做饭呢？后来我一看展示明白了，这根本不用一个7、8岁的人，只用一个过百天的猴。就是1把冰柜门打开，2把冻披萨拿出来，3放进烤箱。之所以得等到7、8岁，是因为你要是低于1.2米，你搬个凳子去够冰柜容易翻进去，变成冻结客。而且这不是我婆婆一个人啊，我看着的大多数外国妈妈都这么糊弄。第3点呢，就是他们真的疯狂依赖机械化，这个程度真让你震惊。咱又说我婆婆那是一个多么干净的人，出了名的洁癖。就我平时吃饭，我要用我吃饭用的筷子去叨一勺老干妈，我婆婆都说，哎呀，你这不是在各种器皿之间鼓捣触吗？玩细菌吗？哎，就这么一个洁癖的人她自己的内裤和她老公的袜子，哎呀，我公公的脚就一股螺丝毛蛋的味儿，还有厨房的抹布，包括她姑娘的旅游鞋，都放到一起在洗衣机里搅。你说这在我看来也是在各种器皿之间鼓捣沫子玩细菌呢。反正这种事儿呢，说实话也没有谁对谁错，就是个习惯问题。而且这2年说实话我也变了，就退化了，也是没有时间啥事儿都亲手上。而且说实话就咱人类的手是好使，但脑袋更好使。有时候咱设计出来的机器吧，它已经达到了比你厉害的程度。所以说就最大化利用科技和工具，然后节省时间，你干点自己爱干的事儿。比如说我就是洗地机、洗碗机、洗衣机，夸夸夸全部插电，然后我坐下来叭叭叭跟你唠唠对婆婆的思念，是不是挺好？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必胜洗地机让我网购一个样品，他们给报销。当时我寻思那行，如果用着感觉不咋好，那我就不做宣传了。完我把东西一退，我还能收个退款。你说我多坏，格局就这么小。但是我用了之后，真是我肯定是不退了。同样的时间内我的必胜亲儿呢，可以一边吸尘一边拖地。要搁以前还得是我大胖媳妇先吸地，完成表皮脱毛，我再好好拖地，完成深层润泽。你看这回表皮深层加灵魂，解救老腰和废臀。洗完地之后你就给它放回去，快看，就自己给自己洗澡。我平时最闹心的事就是清洁东西的机器不能自洁。你看咱小必胜自己洗完自己搓，2面不够4面搓。咋说呢？就正常来讲比较贵的东西我不爱宣传，说实话，因为越贵买的人越少。但是这个我宣传确实是因为它惊艳着我了。144年的品牌，而且一直专注于清洁，它确实是很好使。这现代女性一天活是挺多，担子是挺重。但是我就没有那个精力，天天就喊口号，又公平又不公平的。我有那时间有那钱我多吃点，我多喝点，然后多利用科技，减少低效劳动，提高生活质量，我就挺乐呵。你觉得呢？我最近不上一节目说了一个段子嘛，就说我这个傻老公刚来中国的时候看不懂汉语，然后天天给我送黄菊花，给自己送成寿益花圈店 VIP 了嘛。就送的我就感觉我要是好好活着，我都对不起他。我本来担心的是就讲这个事儿他到底好不好笑呢，结果一看弹幕一堆人骂我说这故事编的太假了吧，这就纯编故事。我太委屈了，我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有虚构的成分，但是黄菊花这个事儿是真的呀。就我婆婆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看过一眼当年的结婚照，手里捧的是一束惨白的白菊花，就白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她的婚纱在那个黄菊花后边都不好意思管自己叫婚纱，就只能叫淡黄的长裙。更有意思的是，几年前我有个好朋友在英国结婚，我去给他当伴娘。早上我一去他家，白菊花摆一墙，他婆婆送的。然后这个墙上呢，还是他俩的结婚照，就笔直一面菊花台，
啪嚓一道生死线，本来一段旷世缘，隔出一场阴阳恋。给我下一句领悟，我说这是要干啥呀？就冥婚呐！你要冥婚，你找什么伴娘呢？那伴娘是要收红包的，那一会儿咋整？给我烧啊！她说她也没办法，这些花都是她婆婆送的，她婆婆本来就是卖花的，所以送花特别舍得，属于提前预定了一拖拉机。我记得特别清，我当时还问她了，我说那你就跟你婆婆说你不喜欢白花不就得了吗？她说我婆婆就喜欢菊花，我要说我不要白的，那今天就注定是一墙黄菊花。所以我那朋友说，就是既然命中有这么一场结束吧，就是要不然是一墙黄菊，要不然是一墙白菊，那我宁愿选择白菊，因为我跟黄菊靠色。菊花台满地伤，我的笑容已泛黄嘛。我说行，既然这个文化不一样，咱俩也别计较这个事儿了，就让他这一墙白菊搁这摆着。但是你墙上这个照片，咱俩可以换个地方。然后我俩把这个墙上的婚纱照拿下来，支桌子上了。结果2小时之后，她公公来了，从她婆婆的花店里又搂来3捧黄菊花，摆桌子上了，围着照片摆的。那天给俺俩愁的呀，就抱着照片躲菊花，红白喜事两手抓。后来这照片让俺俩收到卧室书架上了，然后把卧室的门反锁上了，锁得死死的。结果这桌上呢，就剩仨香蕉俩苹果，旁边一圈黄菊花，更瘆人。所以我在脱口秀大会上说过这个梗嘛，我说我老公天天送我黄菊花，我收着花都不知道往哪放，放桌上，桌上不敢放吃的，放墙根，墙上不敢挂照片。我跟你说啊，我这大胖媳妇跟我不乐意了，你瞅这样。前2天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这朋友嘴欠，随口说一句：“你心挺大呀，你媳妇在视频里头给你起这外号，你都不生气。”完事我老公在饭店就开始找我视频听我片头介绍他的时候究竟是用什么发音和用词。但是在我朋友面前他也没说啥，这事我以为就过去了。但是饭店也是有点吵，他的汉语也是不太好，他听这个大胖媳妇其实根本没听准。结果回去的道上，人我都要睡着了，就听他一个人搁这块儿，哼。哎呀，你不知道他以为他要下蛋呢。我一看他这样，他就是要整点嗑，但是我没去搭理他。结果过2分钟，人自己就说了：“我觉得不能因为你现在有了点粉丝，长了点风头，你就可以不经过我允许肆意给我起外号，管我叫大盘鸡。哎呦我的妈！管我叫大盘鸡。”我当时愣着了。我老公说的：“人家刚才我都问那谁了，你这外号起的啥意思？人家说就是埋汰我的意思。他说你人怕出名，猪怕壮，越来越嫌媳妇胖。你这么把我形容成一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的人设，你让大家怎么看我？我这么多年我在铁岭带硬汉装碴子，江湖人称洋喇子，我这形象不都让你给整崩塌了吗？”我说这个我是得承认，我是多少有点埋汰你这个百无一用、傻白甜、一身肥肉不挣钱，但是我可从来没管你叫过大盘鸡。完事今天吧，有2个小记者要来俺家采访我，就是小规模的聊聊天吧，但给我大胖媳妇激动坏了。一大早上起来就给自己脸刮锃亮，晚上吃早饭的时候都没放盐，说怕自己脸浮肿。我就问他，我说大盘鸡你没有盐行吗？大盘鸡你就靠那点豆瓣酱你不淡吗？我说这样啊，大盘鸡你还是回里屋去吧，大盘鸡就你还是去维护你这个硬汉碴子洋喇子这个形象，你别露面了，省着又说我埋汰你，摧毁你的人设。完我老公就在屋里自己憋了能5分钟，最后没憋住出来了。但是刚才这5分钟用英汉词典查着一个词儿来表达自己想要得到的定位，完出来了跟我说：“我不是说我不可以出镜，也不是说我不能有外号，我只是想说，我想把我的角色定位改一下。我不想做大盘鸡，我觉得我更适合做你的大花瓶。我刚才用字典查了，花瓶也是说我没用，但是同样是说我没用，管我叫花瓶，起码还算你承认你是拜倒在了我的容颜之下。”我说行，大花瓶子你来吧，来给我上妆，我一会儿上镜的。正好从国内寄了一个礼盒，里边有这个花西子的柔焦蜜粉饼，咱俩都试试。我当时打开这个，我一看太好看了，就想赶紧上脸。但是彩玲最近不是怀胎大盘鸡的鸡仔小盘鸡了吗？我寻思这可能现在先不能用。结果一看这成分，上网一查，发现人家也没加任何孕妇慎用的成分，以花养妆，敏感肌和孕妇都可以使用。我走在伦敦街头，就会一直想打开这个粉饼罐，露出这个雕花精细的丝绸之路。你看这群小骆驼，就让我想起了我自己。彩玲的嘴，骆驼的腿，征服沙漠不用水。最关键的是，了解我的都知道我是大油田，我用的蜜粉必须得做到磨皮加控油的效果。你看它的控油效果。我不是大盘鸡，我是大花瓶，是的啊。